欢迎来到 Nine Dragon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：陈国兴导演表示，王一博以不惜生命的态度打破了电影行业的隐形天花板，得到这样前辈的赞扬。陈国兴导演盛赞王一博排片接近于零都能拿下重映2000万票房，太牛了！非科班出身的他，凭借《无名》中入木3分的地下党角色提名金鸡奖，拍《长空之王》时每天吊威亚10几小时瘦8斤，用玩命较真打破电影圈隐形天花板。观众用脚投票证明，流量也能变正能量。陈国兴导演最近在公开场合夸了王一博一句，排片接近于零都能拿下重映2000万票房，这个王一博太牛了。这话听着挺带劲，也引发了不少讨论。作为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老导演，陈国兴可不是随便说场面话的人。他拍的《孔繁森》拿过华表奖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，执导的《横空出世》更是拿下金鸡奖最佳故事片，这些荣誉搁在圈里都是响当当的硬通货。他肯给王一博背书，说明这个年轻演员确实有2把刷子。非科班出身的破圈之路。王一博不是科班出身，这在电影圈里就像拿着菜刀上战场。圈里人都知道，中戏、北电这些院校出来的演员，背后有老师提携，同学互助，连试镜机会都比别人多几倍。但王一博硬是靠《无名》里那个地下党员的角色杀出一条血路。程耳导演挑演员的眼光毒辣，从几千张照片里选中他时，估计也没想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能把角色演得让人记住。更绝的是，电影上映后票房冲破10亿，王一博还提名了金鸡奖最佳男配角，这就好比素人突然拿了奥斯卡提名，搁谁身上不得惊掉下巴。不过光有运气可不够。电影里有场戏是王一博被严刑拷打，导演喊卡后他还在发抖，不是因为疼，是入戏太深。这种较劲的镜头，让程耳都感叹，现在的年轻演员里，能这么沉下心的太少了。更难得的是，王一博在《长空之王》里演试飞员，为了体验高空失重，连续1个月每天吊威亚10几个小时，最后拍完直接瘦了8斤。这种玩命的架势，搁在流量明星里可不多见。电影圈的隐形天花板。要说王一博能杀出重围，还得看看现在电影圈的生态。有业内人士爆料，某些资源咖靠着家里关系，还没出道就能拿到1线杂志封面，有些明星的孩子刚成年就能参演投资过亿的大制作。更夸张的是，有部主旋律电影投资3个亿，结果60%的经费都花在请关系户客串上，真正拍戏的钱还不够请群演。这种环境下，普通演员想出头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但王一博偏偏打破了这套规则。他主演的《无名》上映时，排片率不到5%，结果硬是靠观众口碑逆袭，重映票房冲到2000万。这种以小博大的操作，在圈里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。有影院经理私下说，现在观众可精了，你要是糊弄人，分分钟让你赔的底裤都不剩。这话道破了真相，观众早就不吃资本那一套了。流量明星的真香悖论。其实王一博的走红，某种程度上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。现在的年轻人看电影，早就不迷信明星光环，
他们要的是真实感，是能把人带进故事里的演技。无名里王一博演的地下党，眼神里的克制和挣扎，可比某些老戏骨的瞪眼式表演强多了。有网友评论，看他演戏，就像在看真人真事改编的纪录片。这种认可带来的反噬效应也挺有意思。有投资方拿着数据找上门，说只要王一博肯接广告，片酬随便开。结果他反问，广告影响我拍戏的时间，你们能保证剧本质量吗？这话把对方噎得够呛，却让观众看到了新生代演员的底气。4. 破局者的启示。王一博的成功不是偶然。在长空之王拍摄现场，他跟着空军部队训练3个月，飞行模拟器都玩土了还不肯休息。拍热烈时，为了一段街舞镜头连续练了48小时，最后累到在片场睡着。这种拼命三郎的劲头，让导演大鹏都感叹，现在的流量明星能这么叫真的太少了。更值得玩味的是，王一博的粉丝群体里，大学生和职场新人占了很大比例。这些年轻人花钱买票不是为了追星，而是真觉得电影有意思。有学生观众说，我们买票不是看他帅，是相信他能演好普通人。这种信任，恰恰是流量明星最稀缺的资产。5. 未来在哪里？当然，王一博的路还长着呢。电影圈的门阀化不是靠1-2个演员就能打破的。有业内人士透露，某些电影节评委席上，清一色都是圈内人，新人想拿奖，先问问有没有关系户撑腰。但换个角度看，王一博的走红至少证明，当观众用脚投票的时候，流量也能变成正能量。最近听说王一博要和成尔导演在合作人鱼，这消息让不少影迷兴奋。如果这次还能保持无名的水准，说不定真能闯出条新路。就像陈国兴导演说的，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你糊弄他们一次，下次就没人买账了。这话值得所有电影人好好琢磨琢磨。最后说句掏心话，咱们普通人看电影，图的就是个乐呵，是能在故事里看见自己。王一博能不能成为下一个影帝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让我们看到，这个圈子里还有愿意死磕演技的人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发现此新闻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再见。